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前脚给我妈买了保险，后脚我妈就失足从15楼掉了下去。从葬礼回家后，竟然在家听到了我妈的声音。我妈跟在我身后气愤地说：“这个臭不要脸的王八蛋！我闺女因为他瞎，他竟然敢出轨。”而我2年看不见的眼睛，竟然能和我妈看到同一个场景。我妈看着我：“闺女，你能看到了，你能听到我说话。”老公和保姆我眼下偷情，还偷偷拿着我妈保险理赔的钱给保姆买钻戒，给保姆请保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公扶着我从我妈的葬礼上回来，我哭到晕厥后，迷迷糊糊听到老公在隔壁的声音：“丽丽，这样把我岳母的死伪装成意外理赔，应该能拿到不少钱吧？我查过了，有50多万呢。”老公惊喜地说：“太好了，一个老婆子的命能赔这么多。”老公啵的一声亲向王小丽：“多亏你想到的这个方法，你可真是我的财神，咱们2个以后就可以过好日子了。不过现在保险受益人是杜若若，转移有点麻烦。”娇羞的声音传来：“陈哥，你怕什么？反正他是个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把存折拿到手不是分分钟的事。”我震惊了。我老公对我说，我妈是阳台踩着凳子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失足跌下去的，没想到竟然是他和我们家的保姆一起把我妈害死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失神地坐在床上，我老公怎么会为了保险就和保姆一起把我妈害死？不知道坐了多久，我的房门被敲响，陈军温柔的嗓音在门外响起：“老婆，睡醒了吗？饭做好了，咱们吃饭吧。你这2天伤心的不吃不喝，都瘦一大圈了。”我擦了擦面容上的泪，声音沙哑：“来了。”王小丽把饭端到餐桌：“嫂子，吃点饭吧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咱们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才能让大娘的在天之灵放心啊。”陈军面露喜色，把1碗米粥推到我面前。2年前失明后，刚开始陈军会每天喂我吃饭，不过现在我都是自己用勺子吃一些方便的。我麻木地往肚子填着，然后身旁响起熟悉的声音：“不要脸，当着自己媳妇的面做这种事，还有没有良心？”身后传来妈妈的叹息：“可怜闺女看不见，被这个出轨的王八蛋骗了。”对面的王小丽和旁边的陈军在吃着饭，我看到了，我失明2年的眼睛可以看到了。低头看向面前的碗，但还是一片漆黑。身旁飘着的我妈错愕地看着我，眼前浮现我自己的身形。妈妈反应了一下，才感受到我能听到她说话，一双眼里满是震惊：“若若，你能听到我说话？”面前的王小丽穿着一身蕾丝短裙，露出胸前的肌肤，她的手还勾了勾陈军的下巴。陈军看着她，面上带着隐忍的笑。眼前出现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真实，我震惊错愕着。我留下句去厕所，跌跌撞撞地往屋内走了，到卫生间把门锁上，泪如雨下：“妈，你怎么突然就从阳台跌下去了？难道真是陈军和王小丽把你推下去的？”妈妈在我面前愤愤不平道：“就是那2个王八蛋把我推下去的，你之前看不见，他们2人经常趁你在屋里睡觉的时候推推搡搡的，我撞到几次，但2个人又装成没事人。我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况且你眼睛看不到后也不容易，我也不想给你添堵。我那天去给你拿药，忘带车钥匙回来取，结果看见他们2个光着身子滚到了一起。我刚准备去喊你，就被他们2个捂住了嘴，
然后妈妈表情难过了一瞬。陈军平时不是对您挺孝顺，而且对我也挺好。我想到了刚刚的听到的一切，声音渐渐弱了下来。还有，王小丽不是陈军的表妹吗？两个人都是骗子。他说王小丽是他表妹，把她带回家当你保姆，就是为了把她光明正大带她回来，和她偷情。妈妈咬牙在身边说：“可怜你之前都看不见。”老婆，我刚刚好像听见你说话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室外传来陈军温柔的嗓音。没有，我肚子疼。妈妈的声音在身边。若若，先别打草惊蛇。我低声说，我知道。开门后，陈军在门口等着，伸手来扶我。我的眼睛仍可以看到我妈眼中的一切。老婆，刚才你在里面和谁说话？我刚刚好像听到咱妈的声音了。陈军怔了一瞬，你是不是太伤心了？陈军握住我的手，老婆，我知道你短时间接受不了，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眼神不眨地看着前方，咱妈真是失足从楼上掉下去的吗？是啊，咱妈肯定是在阳台踩凳子挂东西的时候，不小心踩空，失重坠下去了。我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呸，不要脸的王八蛋，阳台都没放凳子，我怎么会踩着凳子掉下去？陈军支吾了一声地说着，他听不见我妈说的话。眼前浮现空荡的阳台，我的心底沉了沉，空气骤然降了几度。他打了个寒战，我坐在桌前，手还在抖着。当勺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，我弯腰去捡，我妈的视线随着我的动作下移，结果桌下王小丽的腿轻轻蹭着陈军。他们难道日常就这样？我眼睛湿润着，两人每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。我妈在身旁气得脸都变形了，更是刮了一阵冷风。光天化日下，不分场合就发情。陈军搓了搓胳膊，怎么今天冷气这么足？他错身帮我捡起勺子，然后注意到我砸在地上的泪痕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他拿手擦了擦我脸上的泪珠。我掉着泪，连个勺子都捡不起来，我真没用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陈军把我抱在怀里，老婆，你怎么会没用呢？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，我现在早就尸骨无存了。你是我一辈子的恩人。我妈的声音越发尖利，别用你摸过那个女人的手碰我闺女，臭不要脸的王八蛋！我推开她的怀抱，所以她住在恩人的家里，和其他女人勾搭在一起，甚至还合伙杀了我妈。我自己静静，随即拿起我的拐棍往卧室走。陈军想扶我回去，被我挡了回去。我不愿相信陈军平时对我的好都是骗我的，但刚才知道的事情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。我躺在床上，想起我们大学的事情。大学开始和陈军谈恋爱，那时候他穷，但他对我好，我不嫌弃他。谈了3年恋爱，我早就把他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所以那天那辆车冲我们冲过来的时候，我条件反射就把他推开了。大腿小腿骨折，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，而且摔的时候压到了神经，眼睛从那之后看不见了。刚开始我接受不了，经常对着陈军发脾气，对着我妈发脾气，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。陈军没日没夜的照顾，然后在出院的那天，拿着一枚戒指向我求婚。我妈看他没在我失明后和我分手，也一直对我贴心照顾，也不再因为他没钱反对我们的婚事，觉得他是个好孩子。我们简单办了婚礼仪式之后，一直待在家，经常对他发脾气，他都一声不吭地忍受着，默默给我做饭拿药。后来慢慢接受后，脾气才稳定下来。老婆，我进来了。陈军端着一碗鸡蛋羹坐到我身边，你刚刚都没吃几口，我给你做了你喜欢的鸡蛋羹，
好歹再吃点吧。我往被子里缩了缩，你放着吧，我一会喝。老婆，你不方便我喂你，吃了之后再把药吃了。陈军见我不愿起，就把碗放下出去了。我蒙着被子，耳边听着妈妈的叹息：若若，多少吃点吧，一直不吃饭怎么行？你这样不好好吃饭，让妈怎么放心走啊？我探出头，妈妈在我床边站着。你爸走得早，妈就你一个闺女，世上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你之前看不见，没办法照顾自己，好在你现在能看到一点。他担忧地看我，我忍着心酸，味如嚼蜡的小口吞着他眼尾的皱纹，眉心因长时间紧皱形成了几道深痕，心里酸软一片，连吞咽的动作都愈发艰难。我吃过药，准备起身把碗放出去，却听见隔壁紧闭的房门传来的小声争吵。陈军，你不是说你都不爱他了？那你在桌上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陈军温润平和的声音响起：丽丽，我当然不爱他了，不然我也不会听你的，把妈推下去啊！我心里只有你。我这一年每月借着发工资，把之前酒驾司机赔的钱都转到了你账户上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说，这2年光是吃药看病就花不少钱，我现在这里也没钱了。他抚着我的肩膀，咱妈之前买的保险不是赔了吗？我实在手头紧，不然也不会向你借钱的。我空洞的眼睛落着泪，可是这是我妈唯一留下的东西了。老公，我想起来咱妈心里就难受。我忍着恶心趴在她低声抽泣。平时我多半态度都骄横，这次表现得这么脆弱，让她也愣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别哭了老婆，你这样我多心疼啊。她又拍着我安慰了一会，眼睛却在滴溜溜地转着。老婆，没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睡吧。他拍了几下我就睡着了。次日，王小丽去医院检查说，孩子已经1个月了，但是胎心不稳，要注意滑胎。过了2天，家里就又多了一个人，娟子。她的工作职责是照顾王小丽。陈军还对我说，怕王小丽怀孕照顾不过来我，再给我找个。我妈围着我说，是王小丽向陈军要求的，也不知道陈军是怎么找的。娟子平常安安静静的，也能忍受他们的脾气。又过了2天，王小丽把钻戒指伸到我的眼前，钻戒在阳光闪耀下发着光。嫂子，你看，这是我未婚夫给我买的，花了2万多呢。但是他说我喜欢就买，付钱的时候眼睛都没眨一下呢。哎呀，嫂子，我忘了你看不见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我仍看着前方说，没事，你未婚夫对你倒是挺好的。之前陈军和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个银圈，是他亲手做的，没花多少钱。王小丽得意地说，你手工做的那个怎么能和我这个比啊？我这个可比你的贵多了。我露出无力微笑，你们现在年轻人确实比我们时尚多了。娟子含蓄地瞅了我一眼，她虽然才待了几天，不过也已经知道了，这家的女主人是个瞎子，老公和家里保姆出轨了。我拄着拐杖慢慢起身回屋，看了一眼柜子里的存折，已经不在了。我妈在我身边喊着，陈军请保姆的钱，买钻戒的钱，肯定都是用的他的保险理赔的钱。与此同时，王小丽的态度越发骄横，明明之前她自己说的不是什么娇贵的人，现在却以自己胎心不稳为由，让娟子给她端茶送水。她上午10点钟说要吃红烧肉，就要立马让娟子去买五花肉，去做她想吃的菜。做好之后又说在皮上看到了猪毛，嫌不干净，当时就把菜倒了，差点没把桌子掀了。没一会又说想吃葡萄，夏天中午38度的高温，
让娟子去外头给他买葡萄，买回来的葡萄酸，对不上他的胃口，他就把葡萄扔在娟子的脸上，骂娟子怎么连点小事都干不好。娟子还是一声不吭。我听不下去，说了句：“小丽，都不容易，别这么为难人吧。”她却对着我趾高气昂：“嫂子，陈哥不碰你，你自己生不出来孩子，你当然不懂我做母亲的心情。当母亲的呀，当然一切为了孩子啊，孩子想吃，我当然要满足他呀。我怎么不懂？我妈现在正指着你骂呢。”我自己慢慢挪到沙发上躺着，最近总是嗜睡。我妈又在我身边一番骂那对狗男女，我让她消气，别着急。梦中仿佛又记起了刚谈恋爱的时候，陈军家穷，总是自卑，所以后来挣到钱后，什么东西好都给我买什么。恋爱2年纪念日，他白天上课，下课去兼职端盘子、洗碗，打了1个月工。送了我一款2000多的香水，他自己穿着几11块的鞋，怎么才5年就一切都变了呢？男人果然靠不住。梦醒的时候，我摸到了满面泪水。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拉着陈军的手：“老公，今年纪念日，你能不能给我买瓶香水？那款香水这么贵，你要香水干嘛？又不出门。”我就是怀念之前的那个味道了。我们恋爱2周年时，你送我的那款，那时候你为了我打了1个月零工，才买了1瓶。他可能看我瞎的样子比较可怜，又或是想起了之前恋爱时事情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选择答应了。王小丽瞪了他2眼。晚上又传来了2人压抑的争吵。纪念日那天，陈军真的送了我1瓶香水，他带有歉意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：“对不起呀，老婆，你说的那个牌子没有了。柜姐说这款的味道和你说的那瓶一样，你闻闻。”我无力地笑笑：“这样啊，没有了那就算了。”隔天，王小丽就在我身边喷着她的新香水。我妈说，本来陈军确实给我买了，但是王小丽不愿意，2个人又吵到半夜。王小丽说这个香水她都没用过，凭什么让我用，就抢走了。我闻到空气中熟悉的味道：“小丽，你用的这款香水真好闻。前2天我还让陈军给我买，但是他说没货了。”“嗨，嫂子，市面上确实没有了，是我未婚夫托人买的，3、4千1瓶买的。他真有本事啊，这款还是纯天然的，没添加化学剂，是好东西。嫂子你要是喜欢，我多在家里喷点。”“别了吧，挺贵的。”他骄傲地挺了挺胸脯：“没事，用完了让他再给我买。”房子里每天都弥漫着轻盈绵软的味道。王小丽脾气变得越发暴躁，每天想招法的让娟子给她按摩、做饭。我也越来越嗜睡，吃过药能从晚上8点睡到第2天8点，12个小时。下午还能再睡2、3个小时。这天下午睡醒后，听见客厅里王小丽叫嚷着自己丢了东西，前几天放在卧室的钻戒找不到了。她指着娟子的脸说：“肯定是你个没眼力见的偷的，你不仅干活不利索，手脚还不干净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，信你是个老实的人。我这个钻戒可有2万多呢，你要是还不上，我就报警把你抓了。”娟子极力挥着手，表示自己没拿任何东西。2万多，她可还不起呀。我说：“怎么娟子能容一声不吭地忍王小丽的各种作妖？原来是说不了话。我不管，你要么赔钱，要么我把你带到公安局，你以后也别想再干这一行了。哪有人干活挨了2顿骂就偷主人家东西的呀？”他在手机上写下自己今天只待在餐厅和客厅，但是王小丽根本就不信他。我妈在我一旁叹息说：“
我看娟子这孩子平时就是一个听话老实的，怎么可能偷东西？肯定是被王小丽诬陷了。我出门对着王小丽说：“你先别急，肯定在家里。你想想，是不是落在哪里了？”娟子听见我为她说话，眼睛亮了亮，但又低下头去。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主人，在家里能有什么话语权呢？王小丽瞪着眼说：“你懂什么？我今天上午看她干活不利索，说了她2句，下午我的戒指就不见了。不是她拿的，是谁拿的？那也不能没证据直接说是人家拿的吧？”她讽刺的声音传来：“杜若若，你这么护着她，怎么着？瞎子特别能体会哑巴的感受，和她这么共情啊？”我厉声说：“王小丽，这是我家。你就这么对我说话？我说了，先找找再说。”王小丽甩着臭脸坐在沙发上。我妈晃悠了一圈，在洗手池看到了她的钻戒，应该是她上午摘下来以后就忘记了，找不到就怪娟子拿了她的戒指。我把娟子喊到我身边：“你去洗手池看看。”娟子举着钻戒，高兴地走出。王小丽还在叫嚣着：“娟子，我就知道是你拿的，叫我要把你送到警局，你又怕了才把钻戒拿出来，否则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找了？”娟子偷瞄了我一眼，我怕她把我说出来先开口。你戒指也找到了，就别不饶人了。娟子，既然都这样了，你也别在这干了。你在我家待了13天，晚上我让我老公给你转过去半月的工资，你去别家吧。娟子点了点头，临走之前把我拉到门外，拉起我的手，缓缓写下2个字：出轨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，以表安心。你走吧。娟子说不了话，我瞎也看不见她在手机上写的东西，所以他们说什么从来不避讳娟子。我回到房间，王小丽还在那里趾高气昂。你以为你个不下蛋的母鸡还能蹦跶几天？我冷声沉声：王小丽，你别忘了你只是我的保姆，你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？王小丽指着我的鼻子，厉声说：哼，杜若若，你别不要脸了，还我是你的保姆，现在你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你不知道吧？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陈军的，我们2个1年前就在一起了，陈军马上就会和你离婚了。我面露迟疑，心里却想着让他再多说点。怎么可能？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。他嚣张地说：怎么不可能？你们家每个角落我都和陈军一起做过，你生不出来孩子，他自然就找别人生了。不信你等陈军回来，让他亲口告诉你。滴滴，门锁打开，陈军看着房间里紧张的气氛，开口问：怎么了？我问：你出轨了？他看了一眼王小丽，他勾着陈军的胳膊：陈哥，杜若若今天骂我，我气不过才告诉了他。况且你不是早就准备好要和他离婚了吗？我嘶吼着问陈军：陈军，我问你是不是出轨了？陈军冷漠地说：没错，我就是和小丽在一起了。我泪流了满面，声音嘶哑，悲痛欲绝。我当初不嫌弃你没钱，和你结婚，为了救你被车撞，失明了这么久，我为了救你失明的眼算什么？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？我生活的不幸不是因为你才开始的吗？他在一侧吼着：杜若若，是我让你救的吗？你凭什么把你的一辈子都绑在我身上？你的不幸是我造成的吗？我当初没有和你分手，和你结婚已经够你的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我哭着说：是不是都是因为王小丽？都是因为她你才会变心？是你让我恶心，不就看不见吗？每天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我凭什么每天要惯着你？我现在能挣钱，凭什么让你吸我的血过一辈子？小丽又听话又乖，我当然选她呀。我拿起我的拐棍就甩向陈军的方向，他把我推搡在地。杜若若，离婚吧，
我早就不爱你了。房子虽然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但我留给你，就当我最后的仁慈。但是我的钱你也别想拿到。他走到卧室，拿出一张纸，反手钳住我的手。陈军，你让我按的什么？他摁着我在那张纸上按了印，自愿放弃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坐在地上哭着，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，我才不会放任你和他一起去过好日子。你不同意，咱们就法庭见。小丽，我们走。王小丽走到我旁边，感谢你栽的树，让我好乘凉啊！我和我孩子都会感谢你的。陈军的钱都是我的，你一分也别想拿走。他贴近我的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：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妈也是我和陈军一起把他推下去的。我听到后发疯地推搡着他，却被他躲了过去。杜若若，你自己烂在这里吧。他们摔门离去，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一旁的手机。说实话，我都有点佩服自己刚才的演技。陈军有钱，办事效率也高，不到5天，我就收到了法庭的传唤。他拿出那份强迫我按的文件，起诉离婚后不予我任何金钱支持。王小丽在台下明目张胆地笑着。我把头转向法官，我不同意，这份文件根本不是我自愿签署的，是他们强迫我按的。而且我还听杜若若说，他们2个人一起把我妈从阳台推了下去。陈军看着我笑了笑，法官大人，他的话不可信。我老婆一直在吃精神疾病的药，会产生幻想臆想。我呆了一瞬，我没吃过。陈军继续说，之前他还跟我说看到了死去的妈，还和他说话，但是他是个瞎子啊，呵呵呵，还看见了他妈。我面向法官陈升，我现在能看到。陈军不知想到了些什么，皱了皱眉，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的？检方和其他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我，开口，先做检查。休庭时，陈军和我擦肩而过，他悄悄跟我说，你能看见了又怎么样？你的药被我换了，药里有致幻成分，到时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，没人会相信你说的话。没想到我还留了这一手吧。陈军看着我震惊迟疑的表情，他得逞的笑意在脸上绽放。乖乖的和我离婚吧，你们别得意的太早。有人带我去医院抽血、化验、送检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再次开庭。法官看着陈军，一锤定音：杜若若体内没有任何精神药物或者精神错乱。陈军瞳孔放大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明……我把头转向法官，我要控诉我老公和他人同居，并且他们为了保险金密谋杀了我妈。不仅如此，他私自转移夫妻共有财产，和我家里同居。我要求让他净身出户。现场一片唏嘘，陈军被浇了一头冷水，有些痴狂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递上一个 U 盘，里面的视频就是证据。陈军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家里根本就没有监控。你什么时候拍的？我晃了晃手机，之前我眼睛看不见，他们2个在家根本不避讳我，很好取证。最近的一段视频是他们逼我按手印的证据。争吵的声音从视频中传来，杜若若，离婚吧，我早就不爱你了。房子虽然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但我留给你，就当我最后的仁慈。但是我的钱你也别想拿到。陈军，你让我按的什么？自愿放弃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，我才不会放任你和他一起去过好日子。你不同意，咱们就法庭见。小丽，我们走。我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。不仅如此，他和王小丽还偷偷替换医生给我开的药。王小丽借之前职位之便，偷买处方药物。我掏出药瓶，
这是之前医生开的药单，这是他们喂我吃的药。法官，证据送检。陈军看着事情的反转，已经蔫下来了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又召了为王小丽拿药的同事。王小丽之前是护理，她和陈军也是在医院认识的。医院有她之前的同事，私自帮她开了处方药。此药物吃后会产生幻想，长时间食用会损害脑神经，造成脑死亡。证据确凿。陈军婚内转移夫妻共有财产，婚内与他人同居，按照民法典准予两人离婚，过错方及男方，判定不分夫妻共同财产。王小丽、陈军蓄意谋害他人生命安全，量刑3年。王小丽猝不及防地看着一切始料未及的变化，脸刷下变得惨白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陈军冲着我吼：“杜若若，你装瞎骗我！”我路过他们2个旁边说：“都说了，让你们别得意的太早了。”王小丽和陈军2个人因为偷换、偷买处方药物，蓄意谋害他人生命安全，私自转移财产，进了监狱。我如愿以偿，靠视频证据证明陈军在婚内与他人同居，和他离婚，并且让他净身出了户。我在几天前去过医院，医生说这种精神方面的药物确实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嗜睡以及幻想。现在你脑内淤血消了，眼睛可以正常看到了。你说的看到你妈，大概是你吃的药物的后遗症导致的精神错乱。你说可以借你妈妈的视角看到一些事情，是因为你内心还不能接受她已经离开了你，所以你的潜意识采取这种方式把她和你捆绑到了一起。我建议你可以来接受下心理治疗，我先给你开治疗的药物。我带着药从医院回到家，我妈跟在我身边，我缓缓流下眼泪，哽咽一声：“妈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我妈抚上我的脸，擦了擦泪：“若若，妈知道，妈已经很知足，能再陪你一段时间了。妈看着你现在独当一面，心里也很欣慰。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，按时吃饭，别让妈操心了。”我张口吃下治疗的药物。其实他们换我的药没多长时间，我就发现了，但是吃后可以看到我妈，所以我选择了继续吃。但最近的药都被我当作证据交上去了。我看着病床上的王小丽，听说你们孩子留了。王小丽之前嚣张的气焰，现在已经被关得面色蜡黄。她疯狂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你别得意，没了孩子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赢了？陈军爱的是我。”我看着他，但是你亲爱的孩子就是因为陈军送你的香水才没有的呀。我还特意提醒过你，那款香水是纯天然的，化学剂添加的少，麝香闻多了可是很容易流产的。他向我张牙舞爪：“你是故意的，故意提起香水，故意让我抢那瓶香水，都是你安排好的。杜若若，你个杀人犯！我们的孩子是因为你才死的。”我看着他狠狠的脸：“是你自己要用香水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香水是陈军买的，要怪你就怪他吧。而且你没见识，不知道香水里有麝香，又不是我的问题。”监狱里的陈军已经和年少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不同，他面容浮肿，走出来的步子都摇摇晃晃的。看到来人是我：“杜若若，你来干什么？”他隔着栏杆伸着手，眼神狠毒：“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，陈军，你现在这样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你没和王小丽关在一起，不知道她的孩子已经留了吧？杜若若，你竟然敢伤害我们的孩子！你等我出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出不来了。我已经和里面的人打过招呼了，虽然花了不少钱，但是买你的命值了。”我转身离开，留他一个人在后面叫嚣。
我抬头看着外边的云，妈，我为你报仇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